错了。我跟大家先道歉，我跟你先道歉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这一次下来啊，我真的不应该把行程排这么满。嗨，移动的有点帅主厨这个系列，大家敲、啊。哦，这个有单元名是不是？有，这么认真，没有认真。才刚拍完而已嘞。对，不是啊，最后一天了啦，算就少那一位了。我们就是要来胡椒家，应该看得出来吧？我们站了这么久，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吧？好啦，所以我们现在进去焦哥家里面，看他的冰箱有什么。冰箱一定多嘛，因为他跟焦妈住，焦妈很会煮饭。焦妈可以说是这个整个家的中心骨干。对，但是我觉得焦妈的中菜很强，所以我想说，如果这些东西我想要用西餐，让焦妈享受一个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中西合并。来，那我们现在事不宜迟 ，Let's go。我跟你讲，这个门我很熟，师傅，我只为你示范一次怎么打开胡椒家的门。这里你敲门啊，怕听不到。对，所以这时候你必须使出你的绝招。什么绝招？这样子过来。还有暗号哦。马嘎喽！师傅来了！今天来到焦哥家，其实是这样子。焦哥呢，我们已经认识超久啊，真的很久。尤其是我对他印象最深刻，就是他非常有礼貌啊！对，哎，这真是必须的，这真的是非常有礼貌。南部人就讲究一句话，礼多人不怪。比如说我们在北部去朋友家好了，我们会发现，对，是不是很重，对不对？重，直接放下来。不要，我就看你要讲多久。他会讲很久，他不会理你哦。去朋友家就一定要带个伴手礼进去啊！对，我们朋友之间去朋友家的话，他就是人来了，我们带个微笑而已。北部人好像会有这个礼数啦，但如果首尔其实就不需要，而且在首尔也不用。师傅，你这个更乱了。你们今天两个啊，你不要搞我啊！你在搞我啊！冠希说不要搞我啊！我是陈冠希，跟我念一遍，跟我念一遍。胡椒，我对他第一个印象就是家教非常好。嗨呀，家教好啊！最主要就是什么？是谁？爸妈教的好。哎呦，对。所以我今天这次来，其实不是真的要煮给焦哥吃。本来是煮给谁煮的啊？你们搞我啊！你跟我念一遍。我是陈冠希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因为焦妈平常都很会煮嘛，所以你在这个家那不用担心食材的问题嘛。我这个设计的菜单就不会是以你为主哦，而是以焦妈为主。有没有那种可能？其实他会那么好，是朋友教的好。我跟谁讲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那因为我们等一下呢还不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料理。但是相对的，焦妈的冰箱已经超多东西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就去开焦哥他们家的冰箱。好，但是今天主轴西餐，好不好 ？West 西，还记得我吗？我叫陈冠希，快跟我念一遍。来，看到焦哥的冰箱，这个冰箱很大哎，师傅不错吧？这冰箱应该陪伴着我们家10几年了，应该至少10年有了。这个应该是我们目前，当然除了奇哥那个冰箱的大小之外，这个是里面应该是最大的。它那个都是为了我去而买的。哦，我们这是最真实的家庭最真实的家庭冰箱，其实就是这样。我觉得蛋白质的部分先有啊。好，那我们来先看最好，来用那个蛋白质来选择，看要做什么样的料理。南部的家庭主妇啊，或者家庭啊，他们的冷冻库啊，都有很多塑胶袋。没有啊，因为他们怕那个味道会串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你看焦妈在点头。你看有什么好料拿出来直接煮，就是爱讲的是不能碰。还是问到一个鬼，晚餐哪一北在碰哦。412，什么意思？是要你是价钱多少的啦？价钱412块，看一下里面是什么？丸类啦，哦，海鲜丸哦，花枝丸，花枝丸，那是我们全家人最爱的。这看起来很特别，真的鱼翅丸。这个嘞，哇，这个猪肉的，应该也是个好料哦。通常焦妈就是东西绑越紧啊，东西越好。哎，这是肉片哦。对。用这个来做一个那个意大利面也可以哦，意大利面哦，你把肉片哦，等下用一下意式那种奶油化。那我们等下看一下有没有面包粉之类的哦，好，去煎，然后用那个焗烤，那差不多了。那个鱼丸让我想想看，好，因为好想吃哦。师傅，其实我过年的时候有没有，我会搭配这个鱼丸有没有？然后再用一包这个假鲍鱼。假鲍鱼啊？是啊，因为我们家买不起真的鲍鱼。
还是 gay 还是讲口感安尼啊。好，我有想法。好，等一下我们来做，基本上蛋白质有了啦。那我们看一下蔬菜。来，吃蔬菜。哎呀，咖啡蔬这种家庭就是很真实，这些东西就是原本你在家里面都会用到的。也是对啊，我们要怎么样去把它变成西餐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周万真的很喜欢煮3杯哈，到哪都看得到9层塔。哦，这什么菜啊？啊，龙须哦，菜，对哦，这可以做凉拌。这里有那个绿花野、高丽菜啊、小白菜。好，休5分钟。好，想一下思，考一下做什么。交给师傅，交给我。还记得我兄弟吗？大蛇丸。不要 Q 他进。CLOT 什么？你兄弟是师傅身体最深的恐惧。那我要来做菜了。好，等一下你们再进来。5分钟。 5分钟给师傅好好想一下，我们家冰箱能蹦出什么好料理然。后我再搜一下，看看有什么干货料，好不好 OK， 没问题。来，八宝粥、腌奶、胡麻酱、有胡麻酱，蛋。没有奶油你就很难发挥了吧？吼吼吼！来，师傅来。好，我来想。还在想，我现在先备菜啊，因为准备要做3道菜。等一下呢，第一道会是猪肉嘛，猪肉我们把它炸成猪排，然后配合一下做个意式感觉的。刚刚我们那个素鲍鱼里面有个高汤，用那个高汤来做那个底，然后把那个猪排放上去，然后再用奶油去烩它，然后撒一点点的9层塔，或者把9层塔炸撒在上面。第二道的话呢，刚刚看到那个花枝丸跟那个鱼浆做的鲍鱼，重点是那个花枝丸，我觉得很好吃。那我们要怎么做你知道吗？我们等一下呢就用吐司把它当做一个饼，把它包在里面，气势口味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另外一边呢，我就是会做成那个蔬菜的咖喱意大利面，因为它没有意大利面，但是我刚刚看到它发现一个好东西，它有那个韩式的起司泡面，所以我们把蔬菜呢用一下，然后用那个韩式起司泡面来做一个咖喱意大利面。接下来我们就是来备菜。这个几道菜其实都蛮简单的，在家里面也可以做。我们把那个桌面用干净，还是坚持要用完。一定要的，这是做菜的第一个原则，就是桌面一定要干净。是吗？我看有一些那个中菜做完那个桌上都，讲一个就好，然后讲一个，就是那讲一个你可以得罪的。师傅，来，我需要你帮忙。来，我进来了。这个鱼浆鲍鱼哈嗨，你帮我把汤跟那个鲍鱼分开嘿，汤要留着哦。好，然后还有那个花枝丸也帮我把它打开，好，好不好？这2个让你处理一下。那我这边来做一下那个咖喱的酱汁。好，都交给我了。我们师徒联手，对不对？妥妥。我觉得洋葱我想要让它焦糖化，南瓜如果没有炒过，其实香气也不够。对，南瓜如果你没有经过炒，直接下去打，它的甜味不够。加上它的香气其实会有一点点不足，所以有些人会加红萝卜进去。但是我今天这个做法反而是会把这个洋葱啊炒到它焦香。你拿一口那个汤给我一下，我试一下。说鱼浆鲍鱼的汤吗？对。哦，海鲜味很够，可以。海鲜味。师傅，洋葱有点那个焦焦的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就是要焦焦。哦，好。那你再帮我放块的那个咖喱酱进去。OK，咖喱块1块。嘿，我们这个面哈，我们做意大利面。好。但这个呢，里面的调味料呢，我们来做那个海鲜卷里面的。哦，分开的。分开。一面2用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好香好香柠檬皮把它放进去，这个做调味。但最主要的地方里面其实有咸度。哦。那请彪哥帮我拌一拌。哇，师傅，我今天算是完完全全你的小助手哎。可以啊。可以啊，做的多好。我做多好，外面就有人睡得多好。那个进来会叫他助手。师傅，你说什么？师傅，你说什么？这个，来，这个很重要，你要把它用很平哦。好，哦，包进去。哦，粘起来。粘起来。哎，师傅，那个料放的很刚好，它刚好就留个边边，可以让我们收尾。粘起来。然后这2边也是一样，把它压起来。好，压扁。
谢师傅，谢师傅。来，你做了什么？这酒奶是我剥的。哎呀，来，浇吧。这个是我们用那个泡面来做一个那种咖喱的口感。好香哦！这个呢，其实都是胡椒这边翻锅的。我周末我都跟我儿子讲说，我好想吃师傅做的菜哦。我妈跟我讲过好几次，真的。胡椒吗？有没有好吃？来我觉得师傅厉害的是，我很喜欢你这个节瓜的脆度。你看我们煮这么久了，蒜香、奶油香。对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猪排。椒妈来，这个好好吃。这个要沾这个酱。妈，这是我包的，这是他包的，这是他包的。是师傅包的。没有，师傅教我怎么包，教他怎么包，我就照着包，这么融入我们的家的鱼浆鲍鱼。对，假鲍鱼啊，海鲜卷，这个其实都是家常菜，但是就是做一些小变化就可以了。师傅你本人比较帅，哎呀，真的比荧幕上帅多了。他的帅在于他的脸啊，对，没有靠脸吃饭啊。因为我最近有小朋友啊，没错这，个育儿的部分啊，很想请教一下椒妈，怎么样可以把那小朋友养成这样子，这么有礼貌，这么有家教？不乖就打。是玩笑话。我们家是没有崇尚打的教育的，没有，他是爱的教育。可是我凭良心讲，他们上国小有没有？我几乎都不打，我都用讲的。都打不过我了。就属于比较开放式的教育。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家太民主到这样嘛，儿子跟你顶嘴有没有哈？还会用那个爱的喊话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想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焦哥他又是男子，我也男生，又是独子，又是最小啊。其实他的背景是跟我很像，但是说真的，我爸妈是把我快宠坏的，而且我很怕我的小朋友啊，真的会被我宠坏。我理解你的，椒妈能理解的，我能理解，但我觉得有时候可以疼，但不要宠，不要宠。椒妈怎么拿捏？对啊，宠不疼，他们就是不知道怎么拿捏。你像好比说疼啊，他一直在哭闹的话，有没有？我觉得你可以看状况，你是他一哭你就去抱他吗？我是只要他就去了，就去了，不让他哭。小时候也有叛逆期，青春期，是你哪一个时期你觉得最烦恼？当然是叛逆期。我记得有一次叛逆期，他叛逆期比较晚，高中的时候才开始。他高中交到一些朋友，对，昨天开始叛逆期。对，然后他那时候很迷摩托车，对，我跟交爸好像去散步嘛，他又骑着交爸那台车子，然后他那眼神很拽哦，他也没跟我们讲说他要去哪里啊，我们就在他眼神，我永远都记得他眼神。椒妈还要抖，他是坐着这样，摩托在那边抖啊，摩托车。所以他那个时候会觉得他骑那台车是很帅的。那时候就觉得说有摩托车骑就很厉害了，就很刷感。但是我们都是18岁之后。而且那时候他的脸超臭，跟他讲什么有没有？酷爆，也不是酷，那是欠揍。我觉得就是有些你会经历，就是你听不进别人讲的阶段啊，对，就是你，我就讲你讲这不对，我就觉得很烦，对，男生都会有，对，男生都会有。可是他应该是从小就是一个比较乖的小朋友。他以前那个读幼稚园的时候，1到6岁的时候那段时间真的超级乖，超级乖。可是我必须说，焦哥他是非常孝顺的。我觉得他很多事情就把这个家先摆在第一位。他的关心跟爱是放在心里的，真的，而且家里的大大小小有没有，真的他付出真的很多。焦妈是一男一女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觉得女生怎样孝顺家里，跟男生孝顺家里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真的。我们男生真的就是默默的关心付出，但是你说要我们嘘寒问暖，我们是真的会，真的会有一个小别扭感觉，对，小别扭。哎，师傅你会吗？你在国外在受教育的人，你会这样会小别扭？我别扭爆了，这点你跟他很像。没有，我跟你说真的，90%的男生基本上都是这样。我相信，对，耀阳也是一样。耀阳，好想要啦，想要啦。他也是很孝顺，大家对他的，可是我相信他也不会跟他阿公那种嘘寒问暖。相对我们就是奉献。但你说要我们嘴巴很甜，真的做不到。好不好？今天也非常开心来到我们焦哥的家，让我们了解焦妈对一些育儿的想法。我觉得每个家里呢，家长怎么样看待他的小孩，每个都是宝，真的，每个都是宝，都不会是坏的。对，他只是在经过一个不同的蜕变而已。对，绝对有一天我们会感受他的爱，好不好？今天就这样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好吃。
会不会太爽？师傅要帮忙吗？现在是先不用了，哦但觉得你现在躺的姿势很舒服。其实师傅说我躺在这里就是在帮忙他